各位，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转眼又到了年末了。但是中国的爱国群众呢，纷纷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力越强，麻烦越多呢？中国的舰队现在已经是游弋在这个各大洋，中国的6代机已经频繁的上天亮相了。可是呢，任何一个国力这个很弱的小国都敢跟中国叫板扎刺儿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就不得不说起一个叫破窗效应。破窗效应的意思就是一栋建筑如果窗户破了一扇，但是呢没人管，那就所有的玻璃窗在短时间内都会破掉，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的惩罚，就是没人管了谁都可以朝你扔块石头。所以说色字头上一把小刀，忍字心头上一把大刀人民都憋出内伤来了。你要说明年的愿望是什么呢？有一篇扎心的文章是观察者网，那是一个半官方的一个媒体吧。观察者网的这个一位专栏作家燕墨就说了，这中国不能再忍了他说2026年我的愿望是中国能成为一个言辞与行动匹配，行动与实力匹配的强国。何尝大家的愿望不是如此说12月份越南首次以自由航行为由，让军舰穿越台海，加入了干涉台湾事务的境外的势力队伍。此外，在川普发动贸易战以后，中方批评越南借由牺牲中方的利益换取美国降税，河内确实也采取了一些开放的措施，消除中方的不满，但值得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睁一眼闭一眼吗？今年中国在技术面、经贸面、军事面都秀了肌肉，让全世界都意识到了强大。然而麻烦却有增无减，原来不怕中国的现在更不怕了，而越南并不是孤立我们虽不寻求别国惧怕中国，但他国的公然挑衅，那这就说不过去了。现象是如此，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呀？简单说，即言辞与行动不匹配，行动与实力也不匹配这两天我不是有一个视频吗？我说中国不能老拿说成语来回应你要这样下去的话，那成语都得让中国给说完了呀。行动。2025年是风高浪急的一年，上半场中国打得漂亮，但是在93阅兵以后的下半场那就比较尴尬了主要就说下半场吧。做一个和气生财、与世无争的富国就好，为什么要强国固本呢？首先，这是一个人类无法克服的政治问题，与世无争无法致富，唯有强国才得以固本。其次呢，地球上所有的富国都必须在依附在强权的规范秩序下发展，如果不满此一秩序，自己就要成为强国。第三，有些国家无法不走强国的路线，例如人口众多的中国，光是为了脱贫而求发展，过程中就会自然成为一个大国，且无法做到大而不强，与世无争，因为房间里的空间有限，你变大，别人就得缩小，原来的强权不找你麻烦才奇怪，这只会逼得中国变强大。说到底，强国的初衷就是为了减少各种贫弱所带来的麻烦，但富了以后你就得应付专属于富国的麻烦，而且无可避免的发觉富起来以后麻烦比穷的时候更多，许多国家由此走上了霸权之路，因为不霸无以强，不强无以富。但中国希望不霸而强，强而不霸。我们的祖先为此发明了王道的概念，探索强国的与世无争之道。孟子首先将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
并给予了系统性的论述。但是2300年过去了，我们仍在摸索阶段。很早有人察觉将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是不可行的，例如汉宣帝教训他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正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事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为任呢？11月25号，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回答记者提问说不撤回，日本说了就不撤回，而且还派出了30多位的议员到了台湾，给赖清德以绝对的保证，我们绝对不允许台海出事儿。不达时宜的俗儒在当前的中国可不少见，他们对所谓的霸道路径充满着警惕，并勤于误解王道，曲解霸道，让我国陷入了万事投鼠忌器的泥沼。例如某学者如下这段话：将国家利益与战略耐心相结合，将内部治理与外部平衡相统一的战略哲学，这是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在大国崛起征程上，最大的智慧莫过于知道什么时候该展现力量，什么时候该展现智慧，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需要勇气和远见。此言乍听有理，但明显的偷坏概念呐。读完文章以后，再看作者的身份，果然是个经济学者。有种经济学者偏爱谈政治史，谈国家的战略，也不知道脑袋有问题还是口袋有问题观点歪七扭八，措辞矫情造作，数据没有，空话一堆，顶着学者的桂冠，妄议战略定力，他们就是不达时宜的现代的俗儒。粗暴的将力量与智慧对立起来谈总体的战略，这是哪个哲学系的老师传授给经济系的学生的歪理呀？还是哪个历史系的老师传授给经济系学生的洞见？论者断定战略是二择一的问题，选择智慧才是勇气和远见的展现，言下之意，选择力量则是流于短视的懦夫行为。我知道该学者其实是想讲力量与克制的关系，但用智慧一词取代克制，就是有误导大众之嫌将克制等同于智慧，将力量等同于不智。正确的概念是，所谓的战略是在智慧的基础上严拟事实展现力量的计划，重点在时与度。白话说，所谓的智慧就是正确的选择施力的时机与力度，智与力互为表里，而不是互相对立。二择一的选择，何时展现力量，何时展现智慧。具体的例子如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中方在有所准备的前提下被动接招，这是事实。一招毙命的击退对手，并在对手服软以后同意休兵，这是适度。其展现的战略目的并非你死我活，而是让对手重新评估彼此的实力，避免斗则双输的后果。因为目的达到了，所以我支持休兵，双方各自喝水擦血喘口气儿，再进入下一回合。目的就是不再是往死里打，而是让彼此得以进入一个相对合理可控的斗争范围，输赢都不致命。这才是战略定力的正解。毕竟将战略目标设定在一战整死美国既不现实，于己也无益，因为时机不对。然而在釜山会晤以后，有一股过度强调中美关系已经缓和的风气，极力标榜智慧与定力，似乎生怕我方又选择了硬杠的路线，鸡犬不宁
这是不是戴着智慧的面具，粉饰绥靖的思维啊？别忘了，现在是中场休息，而不是宣称胜利回家躺平。上半场风高浪急，中美关系缓和后的下半场也并没有风平浪静啊。我们对具体事件略作盘点。93阅兵以后的风浪，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随即派遣军舰联合穿越台海。不久，福建舰公开电磁弹射成功的操演，震慑各方。美方在西太平洋的前线退到了关岛。到了12月，越南成了东南亚第一个让军舰穿越台海的国家。此外，在南海，菲律宾即便是深陷内政风暴，但仍有余力与兴致继续碰瓷儿中国。11月，日本鼓噪台湾有事儿，中方旋即采取强力回击的诸多措施，将世人的眼光拉回二战，并要求美国重回历史现场，莫忘中美双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盟的抗日的关系。与此同时，中方重提琉球问题，意在凸显美国二战后留下的争议，挑战美日安保，暗示其已不合时宜。琉球问题中的钓鱼岛则遭中方的实控，中俄联手在距离东京约600公里外实施军演，包围琉球群岛。于此，美方透过几波匿名官员的放话的操作，摆出了训斥日本的暧昧表态暧昧表态让东京配合演出，摇尾乞怜，既给中方下台阶，也给了日方2架 B-52 半非自卫队的 F-15以示支持，然后中日争端旋即降温。忍得一时气是为了避免百日忧。个人认为，北京将中日争端再度置入长期博弈的框架，不求速胜，不谈进攻，暗箭是为了等待明年4月川普访华后再做亮剑与否的定夺，着眼于更深远的战略目标。此举虽符合战略定义的要求，但也凸显了几个新的问题呀。中日进入了长期的博弈，则意味着双方的争端纳入了两岸统一的框架，因为在军事层面解决台湾问题，不排除美日安保的障碍。若如此，明年4月我方希望达成的具体进展是什么呀？美军完全撤出琉球吗？川普拆除美日安保条约吗？美方打瘸日本的右翼势力吗？实质巩固和平宪法吗？禁止日方部署中程导弹吗？彻底打消日方拥核的念头，禁止台日交流？以上的阶段性目标都定得很高，但若不用高标准看待当前的案件的目的，那争端初期的激烈言辞便与之后的行动不匹配呀，重挫中方的威信呐。为什么呀？世人只看结果，此事若不了了之，或中日未来只见零星的冲突，那所谓的战略定力就会被全世界视为怯懦的粉饰之词与虚晃一招。相反的，世人将目击的是日本右翼的趁势崛起，以及美国风光体面的退场，抗中接棒友人。这恐怕也是为什么越南在本区域因台湾问题而紧张的时刻敢于穿越台海。所谓中间路线可不是固定的，而是会随着两方势力的进退而挪移的。越南的行为便象征着谁进谁退，特别是在抗战80周年，中方还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若将战略目标定得太低，行动就与实力不匹配，他国不但不怕你，还会认为挑衅你有利可图。说到底，经贸考量是中方倾向于让争端长期化的主因，逻辑是要推动经贸发展，促进实力的增长，应将争端长期化，以图彼消我长，而时间会站在自己的这一边。然而这一思维的谬误让经贸端也是麻烦不断呢。中美贸易战休兵，美方确实输了，但并不意味着认栽呀。9月底，荷兰政府明抢中国的安市，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堪称无法无天。
而荷兰敢于这么做，自然是美方在后头撑腰之故。同样的，此一事件也走向了大事化小，由国家的争端降级为企业间的争端。很明显，荷兰并没有因此遭到什么损失，作为肇事者的美国也未要求荷兰将安氏归还给中国，又是一个被丢入了长期化博弈的僵局。中方虽然展示了实力，不能说失败，但欧洲却得到了一个结论：中国不会为了维护企业利益而走得太远，在中欧经贸大局观下，不肖的政商有很多机会偷鸡摸狗。这也难怪英国随即以网络攻击为由制裁了2家中国企业，即便首相斯塔默计划于明年1月访华，也不怕行前激怒北京。更重要的是，欧盟在中美休兵以后，反而加强了对华的贸易壁垒，动辄反补贴调查，施行公共采购的限制，理直气壮的去风险。法国作为推动欧盟经贸抗中的主要力量，并不妨碍其总理马克龙友善访华。既如此，英国首相又怕什么呢？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呀？列些数据。2025年的前3季度，中国的电动车出口的前5名的国家是比利时、菲律宾、英国、巴西、墨西哥，其中至少有3个国家明显对华不友善。2025年元月到11月，中国出口前5名的国家依序是美国、越南、日本、韩国、德国。5个国家的对华立场是什么呀？就不必强调了。此外，若按地区的角度来看，东盟是我方第1大出口地区，同比增长了 14.7%， 欧盟是第2，同比增长了 5.4%。不能不提的是，越南军舰穿越台海的底气还不止买中国货。河内今年批准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合同，批准中国商飞制造的飞机入境，并接受了中国为高铁项目提供的融资。与此同时，美越的军事互动升温，越方加快建设中国的南沙群岛，被人家占去的岛礁。河内成了比马尼拉还难处理的南海的未爆弹。中方主要的经贸客户不是反华，就是在反华的路上，这也难怪经济俗辱，排斥硬杠路线，绥靖有理有据。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实实在在的维护中方利益的，也正是硬杠路线，包含但不限于稀土硬刚、TikTok 硬刚、贸易港口硬刚、芯片硬刚。拒绝了英伟达的 H20， 得到了卖给你 H200。 换言之，一旦行动与实力匹配，适时适度的展现力量，中国才得以凸显强而不霸的王道，符合汉宣帝对于王霸的理解与实践。扬王抑霸则是俗辱的曲解，而只是更多的用行动代替言辞。中国不贵，短短4字足矣，不必讲太多。这就是言辞与行动匹配。这便是为什么川普的关税战全世界皆输，唯独中国不输。最强的武器不是稀土、核弹、抗生素，而是将言辞、行动与实力相匹配。若只算经济账，中国根本无法脱离韬光养晦的心态。不是韬光养晦不好，毕竟它是中方在克制的基础上得以壮大的智慧，只是此一概念在中国强起来以后已经不合时宜了。你自己信，别人也不信啊！明明是房间里的大象，如何打扮成小猫啊？你无法让你的主要客户卸下心防，就只能以霸王道杂之，斗争求团结。不懂如何使用力量的巨人就是中国了。近期美国售台110亿美元的军武，向菲律宾提供35亿美元的军援。台湾的断交部的次长密访以色列，以以色列的国会公开的挺台湾，
日本没有撤回涉台的言论，首相官邸反而传出拥核的倡议。还别忘了赖清德今年将大陆正式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并用各种手段加码切断两岸的联系呢。中国的破窗效应明显，再去高谈日本现在有多孤立害怕，只会偏离事实越来越远。中国真正的危机是绥靖换回的不是和气生财，而是他国的战略机遇。川普想从西太平洋战略撤退是真，但退潮以后浪会更高。中国的一些邻居想着如何填补美国退出后的权力真空，中国万不可姑息养奸啊！以中美缓和关系为由，掩盖区域权力结构重整的危险的暗流啊！事实上，川普若在明年4月访华以后得到他想要的，毁约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儿啊！川普没有战略，只有花招百出的战术，一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啊！其实呢，中美之间会达成什么样可信的战略稳定，真的是深深的存疑呀！大清末年，列强对中国的巧取豪夺还需要坚船利炮，现在这些列强都成了猪野了啊！但只需要尖牙利嘴就能占中国的便宜，难道不是因为中国强大了，眼界也大开了，但顾忌却更多了吗？哎呀，这个相信北京啊什么都明白，只是深信体制优势能让时间摊平风险，比较顺利的达到目标，故而强调战略定力。此想法经过崛起的历史的实证，或许是可信的，但是在风高浪急的时刻，需要更多的在变局上的实证，以作为度过危局的根据啊。为此适度的涉险恐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最难的是就是挑战自己过往成功的经历，在这个难关面前，让言辞与行动匹配，行动与实力匹配，才能省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避开一些窘境啊。中国是不是不懂如何使用力量的巨人呢？这个问题取决于反感力量的俗辱是否在中国的这个官员里边足够的少啊。2026年，中国人民希望中国能够硬起来，憋出内伤了。点个订阅，下期再聊。